大家好，这里是读书康的频道。有没有发现这一期的背景有一点点不一样呢？我正在一艘邮轮上，那么这艘邮轮呢，就是之前在上海首航时收到无数吐槽甚至是投诉的 MSC 地中海邮轮荣耀号。虽然 MSC 对这些吐槽投诉统一给出了改进方案，但我们很早就预定好船票的一家人心里还是有点忐忑。那这次航行的体验究竟如何？我们就从去码头开始，来看看它的登船、房间、设施、活动和餐食。首先，登船花的时间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。吴淞口码头的进港公共交通并不便利，需要地铁转公交，再转接驳车才能到行李托运的地方。而从行李托运开始，到取号、填日本入境卡、办票、海关出境，再到排队上船，更是用掉了2个半小时，以至于按点报到居然被归类成了延迟登船人员，需要去补安全说明会的课。说到房间呢，我们就仔细的来看看这个内舱房的情况。首先进门左手边就是卫生间，在3平米不到的空间里塞下了淋浴室、马桶、洗脸台和置物柜，还做到了干湿分离。如果想要晾衣服的话，也可以使用淋浴间上方的伸缩晾衣绳。接下来就是卧室的部分，每个人的睡眠空间是85乘198公分，床垫整体的支撑感还是到位的，配了2个比较柔软的枕头。有个值得肯定的地方就是床头大小灯，配置了触摸式开关和 USB 充电口。床脚的方向是桌子，配了一高一矮2把凳子，前方有扁口美标和圆口德标2种插座。如果插头不适配，记得要带转换插座。桌上还有个固定的蓝牙音箱。桌旁也放了一些茶包和杯子，除了英式红茶之外，也有台湾产的绿茶和茉莉花茶茶包。桌下是迷你吧，提供一些冷藏的酒类、软饮和零食。以瓶装水为例，价格大概是船下的3到6倍。迷你吧左手边是衣柜，配了保险箱，还悬挂了干洗服务单，但并没有汉语说明，而且日语说明也有错误的文本。水洗 T 恤加熨烫的价格一件是3.9美元。正对着床头的是一台3星的 LCD 壁挂电视，有一些安全信息、航线定位、部分省市卫视的频道，也有收费的电影放映。我经常把电视放在驾驶台摄像头的频道，有时候能看到一些很特别的画面。在整个航程中，房间里会收到我手上这2样不同类型的日报，一个是船上的活动时间表，而另一个则是邮轮靠岸时的团队游广告。这2类不同的信息提示都用到了一种和5年前乘坐邮轮时不一样的行程管理工具，那就是 APP。 无论是查看船上的场所分布、预约表演、确认主餐厅的时段分配，还是购买饮品、特色餐食、网络的套餐，都可以通过它来完成。对于父母辈的人来说，一般这并不是什么困难，但对于爷爷奶奶辈的人来说，这并不容易。他们更多只会通过房间外的互动屏幕来完成这些操作。这么多的场地、表演、餐厅，光看 APP 里的信息会觉得晕头转向，但如果仔细关注一下楼层分布图，就能发现其中的规律。乘客使用的甲板从5到19，一共15层，其中8到14层为纯客房甲板，没有活动或者餐饮场地。购物场所和收费餐厅集中在横跨6到7楼的荣耀大道上，这里也有一块长度达到80米的拱形 LED 天幕，几乎所有乘客都会在这里拍照。这里也是活动场地，会举办乒乓球赛或者派对。邮轮客房的前台设在5楼船中无级中庭，这里有施华洛世奇打造的3层高水晶旋转楼梯，还有常驻歌手弹唱。除了爵士风格外，也有更受长辈们欢迎的 Johnny 老师，他的曲目多是耳熟能详的国语或闽南语老歌。公共浴池都分布在15、16层，健身房、室内球场也都在16层。健身房里有跑步机、划船机等有氧设备，也有哑铃和一些固定器械。串联不同楼层的电梯和楼梯在船头、船中和船尾都有分布，客用电梯多达19台，不过船中的2台透明轿厢电梯只能到15层，出来就是公共露天泳池。其实我还是看到了一些上了年纪的乘客直接用方言向外国船员问路，结果就是互相不懂对方的不懂的情况。
我恰巧路过时被拉去帮忙传达，意思都至少有3次。说到最常被问到的场所，当属剧院和餐厅了。我每晚必去的伦敦大剧院就在6楼船头，这里每天的表演内容都不相同，尤其是来自英国、意大利、哥伦比亚、罗马尼亚、乌克兰、阿根廷等国的演职人员，奉献了非常精彩的歌舞表演，灵感和题材横跨了东方快车、音乐剧、流行、摇滚、拉丁等。有机会上船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。免费主餐厅除了海王餐厅在5楼船尾之外，其余像灯塔、樱桃等餐厅都在6楼船尾。分清船头和船尾，认准路牌上的 forward 和 aft， 一般就没有问题了。为了分流客人，荣耀号上的主餐厅晚餐采取了分餐厅分时段的用餐模式，2段晚餐入场时间隔了2个多小时。虽然做了分流，但还是不免排队。入座之后也能感受到人群喧嚣的威力。我这几天都留意了一下晚餐各环节用时，从入座到被询问点单不到5分钟，从下单到上齐菜品平均20分钟，用完菜品到甜品上桌之间平均10到15分钟，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。菜品本身无功无过，食材的质量不错，但是烹饪的火候还是有点问题，经常青菜太过软烂，肉类却又硬又柴。只有冰淇淋，即便不像菜单上说的每天口味不同，但巧克力味就算天天吃也还是觉得不错。如果在餐食上想要真正试试厨师们的中国菜手艺，可以上到15层的集市自助餐厅。说实话，我是没想到这里在常见的现煮面条之外，居然还有冒菜、凉拌卤牛肉，甚至还有烤面筋、老潼关肉夹馍这种非常接地气的小吃。除了麻酱凉皮味道口感稍怪，其他调味都非常地道，尤其是麻辣风味。但也因为这一点，15楼走廊里经常是一眼看不到头的长辈队伍，就算错峰也不一定能吃得过瘾。其实有一种能够完全避开人流的用餐方法，打开房间里的早餐预订卡，写好自己要点的菜品份数和想要的送餐时间，挂在房门外的把手上，第二天早上就会有工作人员把早餐端到房间门口。不过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工作人员并没有把我勾选的菜品全部送来，而且敲门的时间也比我勾画的早了将近1个半小时。类似的服务瑕疵在整个航程中时不时就会冒出来。听说这次保障 MSC 荣耀号的1600多名船员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其中中国籍员工还是少数。回想自己从事 HR 工作多年，甚至还有了匈牙利和土耳其的出海经历，却从来没有对接过如此丰富多元的国际化团队。这其中的沟通难度、协调难度，我是能想象到的。最后，关于邮轮停靠在济州岛和佐世保期间的公共交通自由行内容，我也会尽快分享给大家，期待得到你的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。